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阿冷的书房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冷。我最近阅读了作者尼可罗·马基亚维利 （Niccolo Machiavelli） 的《君主论》（The Prince）。在开始总结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做个说明。我并不认同马基维利建议的治理风格，但重要的是要知道，他写这本书是为了揭示人性。一个人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自我防御，以及了解周围人的真正意图。一旦我们掌握了权力，引述书中一句话，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想表现出善良的人，不可避免地会在众多不善良的人当中灭亡。因此，任何想要维持权力的君主都必须学会不善良，并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实行它。用更简单的话来说，马基维利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学会变得邪恶，因为那些总是善良的人，最终会在众多本性邪恶的人当中失败。最好的例子是尤利乌斯·凯撒 （Julius Caesar），他是罗马军事史上和罗马帝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。凯撒对罗马非常慷慨，为罗马带来了无数的胜利，并征服了许多以前从未被统治过的领土，例如现在被称为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和德国的国家。他深受人民爱戴，并为罗马的利益和荣耀冒着生命危险。但凯撒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当时罗马的权力掌握在元老院 Senado 手中，他们对凯撒不断积累的权力感到威胁。他们担心他有朝一日会从高卢（现在的法国领土）回来，成为当时人类所知最先进文明的皇帝。正如所料，他回到罗马后，成为了终身独裁官和皇帝。有一天，他以为人民爱戴他，便没有带保镖前往元老院。这为那些密谋反对他的元老们提供了完美的机会。一旦他到达元老院大厅，布鲁图 （Brutal） 和卡修斯 （Cato） 就袭击了他，给了他23刀，开撒倒地身亡。这个故事的寓意是，你必须了解人性，才能保护自己。凯撒因为自认为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而放下了戒心，没有他信任的士兵保护，这被他的敌人利用，并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君主论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引述书中一句话，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：被爱比被畏惧更有价值，还是被畏惧比被爱更有价值？最好是两者兼备，但由于很难同时具备这两者，而且总会缺少其中之一，我宣称被畏惧比被爱更好。马基维利给出的理由是，人们冒犯一个爱他们的人的恐惧，比冒犯一个他们害怕的人的恐惧要小，因为爱是一种感恩的纽带，人们为了自身利益，随时都会打破它。但畏惧，即对惩罚的恐惧，永远不会消失。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说明人民如何畏惧政府及其法律，结果是该国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之一。在那里，对于一些粗俗的事情，例如上完厕所后不冲水、乱扔垃圾、在没有交通标志的地方过马路，以及拥有色情物品等，都有严厉的惩罚和罚款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士因旅游目的访问新加坡，当她到达海关检查护照时，海关官员问她是否在嚼口香糖，事实上她是。幸运的是，她只是让她把口香糖扔进垃圾桶，但如果这发生在国内，她将被处以罚款和最高1年的监禁。当然，没有必要制定让公民因犯下简单违规行为而生活在恐惧中的法律，因为像瑞士这样的国家，许多前面提到的违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，但它的犯罪率却是世界上最低的。这将我们带到本书的第3个最重要的点介：君主必须从事伟大的计划和壮举，以提高他的知名度和声誉。这些壮举的目的是让臣民不断地感到惊奇，并让他们忙于你的成功冒险，这样你就没有时间让人民策划任何不利于你的行动。由此诞生了罗马统治者创造的一句最著名的话，至今仍被用来描述对人民的操纵：给人民面包和马戏 Pan Circle。如今，虽然罗马竞技场里没有角斗士的生死搏斗，但我们有美式足球、板球、奥运会，尤其是世界杯足球赛。
许多体育赛事被统治者用来通过不受欢迎的法律，例如在人们忙着看自己国家足球队比赛时提高税收。统治者知道，只要人民沉浸在娱乐中，他们就可以在幕后制定有利于他们自己，同时影响社会的法律。这将我们带到这个动画总结的最后一点：君主应该选择好的顾问并避开奉承者。这是本书中为数不多的我同意马基维利的建议之一，也是每个聪明的领导者都应该遵循的。如果你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领导者，你就必须永远与比你更聪明的人为伍。最著名的统治者、将军和企业家都将他们的团队视为取得成功的决策中的关键部分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Facebook 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帮助 Facebook 成为如今的巨头，是多亏了 Sean Parker。他凭借创建 Napster 所积累的所有经验，为马克提供了发展 Facebook 的最佳建议，还帮助他说服了许多投资者投入数百万美元。另一个例子是 Steve Jobs。贾伯斯对程式设计一无所知，但他的联合创始人 Steve Wozniak 是开发 Apple 次脑的核心和关键。有一次，他们发生了争执，沃兹尼亚克指责贾伯斯：“你不会写程式码，你不是工程师，你不是设计师，你不会敲钉子，怎么可能每天都有人到处赌？到 Steve Jobs 是一个天才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” Steve Jobs 回答：“我是管弦乐团的指挥。”而你是一名音乐家。这就是尼可罗·马基维利的君主论。非常感谢您收听阿冷的书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